玩游戏气死后，我穿越到宝可梦世界，没想到开局就被系统补偿了一只不会飞的布拉多，而且直接是满等级。当别人还在新手村玩家门虫加门鸟时，我召唤出的布拉多直接吓死无数新人训练家。当那些道馆馆主还在一脸不屑地对待别的挑战者时，我的到来直接让他们跪着求着给我道馆徽章。然而我本以为能靠着布拉多一路平推，谁料却因此引起了裂空座和盖欧卡的注意。时间回到我领取初始宝可梦的那天，就当我准备领取一只普通御3+精灵的时候，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声响。检测到宿主穿越成为高3时期的叶星辰，该原主会在2年半后被神秘人围攻身亡。为了守护并将您培养成来星最强训练家，本起源系统为您绑定成功。话音刚落，原主最后的记忆突然涌入我的脑海，没想到竟是被无数奸人所害，最终沦落致死。既然这样，那穿越这一世我定为你复仇。随即系统便给了我一份新手大礼包，我迫不及待就命令将其打开。正在为您开启新手大礼包。话音刚落，系统框上便显出5个特级道具和能力，而且里面竟然还包含了一枚大师球。不过大师球只是这里面最低级的道具哦，其他的对宿主帮助还要更大。真实之眼可以查看任意宝可梦的所有信息，小型宝可梦空间能容纳6只宝可梦，起源基因可唤醒宝可梦的起源进化，而初级超能力则需要宿主自行开发。卧槽，竟然直接给了我这么强大的能力和道具，这新手大礼包也太给力了。不过这还只是本系统的一点小奖励哦，当您收服到3只宝可梦时，我会直接赠予您一只极品的满级固拉多。听到这话，我兴奋的都要飞起来了，居然这么快就直接给我满级牢固，那我以后岂不是要无敌的节奏？想到这里，我迫不及待就准备领取第一只精灵。紧接着真实之眼打开，我眼前的所有宝可梦信息都浮现出来，而我在这一群宝可梦之中一下子就找到了它，那是原主前世最好的伙伴小火龙，而这一世我仍想选择它踏上女层。此时小火龙也扬起头，好奇的将大眼睛望向我。随即它的属性面板在我眼前缓缓展开，看着这只极品小火龙，我的嘴角忍不住勾起笑，于是便开心的抱着它去给工作人员登记。就这样，我成功的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只宝可梦。回到家后，我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：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收服小火龙，奖励喷火龙的超级进化石和钥匙。听罢，我高兴的将小火龙召唤出来，然后便准备把超进化石和钥匙给老爸看看，希望作为天王的老爸能多多收集此类进化石。而老爸在看到我的小火龙之后高兴不已，但却对超进化石和钥匙感到非常疑惑。你小子居然选择了小火龙做初始宝可梦，他的资质看起来真不错，可这2块发光的破石头是干嘛用的？居然还要让我去收集，而且咱们的后院秘境不就有几颗相似的吗？听到这话后，我才从原主的记忆里反应过来，原来直到原主大1的时候，龙国才第一次发布了有关超进化石的研究，消息一发布直接全国震惊，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宝可梦可以超进化，所以现在这些石头虽然存在，但也没有任何人在意。想到这里，我便对着老爸解释道，虽然老爸您已拥有龙国天王级的实力，但若是用好这2颗宝石，可以让您短时间内直接跃升至冠军级的实力。听到这话后，老爸虽然一点也不信，但好在我又将超进化的原理一通解释后，这才让他似懂非懂的明白了这些宝石的意义。随后便示意我去后院看看有没有别的超进化石。然而当我刚刚踏进后院的一瞬间，一声巨大的宝可梦叫声伴随强风呼啸，随即一道巨大的身影立即朝我狂奔而来。不过我见状倒是咧嘴一笑，我知道这是老爸的最强精灵快龙，我从小就看着他长大，所以和他的关系很好。紧接着快龙便一把搂住我，嗷呜嗷呜的叫着，而我也通过真实之眼观察到他的属性面板，看着快龙这浮夸的技能池，我不禁啧啧感叹，不愧是老爸的王牌。可还没等我说上一句话，他便直接抱着我迫不及待的往天上飞去。紧接着我的脑海中也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：触发临时任务，收服第2只精灵，奖励宿主圆满的长盘之力。听到这话后，我的大脑愣了几秒，虽然不知道这快龙要带我去何处，但肯定和我收服第2只精灵有关，而且奖励竟然直接是圆满的长盘之力，别人辛辛苦苦修炼几10年才大成的超能力，没想到我只需要收服第2只精灵就可以获得了。系统，我真是爱死你了。随后当快龙带着我降落到一片区域后，我这才发觉自己已经来到了快龙一族的领地。此时我眼神疑惑的转身看了看快龙，而他则是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随即便对着前方的树丛大吼了几声，紧接着一只迷你龙就缓缓的从里面钻了出来。我是谁？而此时我的大脑中再次涌入原主的记忆，原来这只迷你龙是前世自己的第2只宝可梦，而快龙带我过来正是想要让我收服它。我随即又用真实之眼来观察这只迷你龙的数据，没想到快龙竟然直接将自己族内最强的子嗣献给我，他真的我哭死。不过要收服迷你龙的话，看样子是不能用对战形式了，我的小火龙拿头赢啊！而此时迷你龙也显出一副非常傲娇的神态，看这情形不打败它根本就不能获得它的认可。不过好在我从前世记忆中得知这只迷你龙很贪吃，思来想去后，我决定用美食诱惑法尝试一下，于是便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包牛肉干
喂给它。没想到它刚见到这美食就变得饥渴难耐，随即便毫不客气的埋头吃了起来。趁此机会，我对着迷你龙大声说道：“迷你龙，你愿意做我的宝可梦吗？以后我带你吃遍蓝星所有的美食。”而此时正在吃牛肉干的迷你龙听到这话，直接抬起头，两眼放光的直直看着我。见此情形，我便拿出了一枚红白精灵球，没想到小家伙竟然自己打开精灵球进去，紧接着伴随着咔嗒一声传来，迷你龙就这样被我成功收服。见状，我兴奋的大叫了起来：“太好了！有了这只迷你龙，我离获得布拉多又近了一步。”随即系统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：“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圆满的长盘之力。这个超能力可使您与任何宝可梦进行沟通，而且还能治疗宝可梦的伤势，以及散发吸引宝可梦的香气，并提高亲密值。”下一秒，伴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，我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立即涌入了我的体内，于是便试着和快龙对话道：“快龙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，我一定会好好培养这只迷你龙的。训练家小叶，我相信你。”听罢，我和快龙相视一笑，高兴之余也感觉时候已经不早了，于是便示意他该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老爸直直的看着我的迷你龙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不愧是你，我叫你去秘境找超进化石，没想到你直接找快龙去了，而且还把他的孩子给收服了。”我听罢则是憋不住笑道：“没办法呀，老爸，这是快龙执意要让我收服的。”到了夜里的时候，我看着自己面前收服的两只精灵，已经在开始幻想前世第三只精灵沙奈朵的模样，大概就是明天老妈会将一只害羞的拉鲁拉斯送给我。不过就在这时，我想起了系统给的起源基因这个道具，听系统说可以将任何宝可梦进行起源进化，并由此极大增强宝可梦的实力。想到这里，我便决定用了看看效果。请问宿主要把起源基因给哪只宝可梦使用呢？听罢，我考虑到小火龙目前实力偏弱，便命令给小火龙使用。随即，小火龙身上焕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，紧接着便是一股奇异的能量涌入它的身体，它尾巴处的火焰一下子变得比之前猛烈的多。见状，我立即开启真实之眼查看小火龙目前的情况，没想到它的资质竟然直接显示1级神，也就是说最终进化后能达到1级神的种族值，而且就连特性也加强为起源猛火。当宝可梦体力值低于30%，使用火属性技能招式的威力直接提高300%。看到这里，我惊呼：“卧槽，这小火龙也太逆天了，简直不合法！而且这起源属性和起源专属技能又是什么呢？”回宿主，起源进化需要宝可梦在最终形态下才可开启，到时候会解锁起源属性和专属技能。起源属性是高于一切属性的存在，而起源专属技能则是宝可梦突破极限所领悟的。使用起源属性的技能可以克制任何属性的宝可梦。听到这里，我终于弄明白了，也就是等我的小火龙到36级进化成喷火龙后，就可以开启起源进化。只要凭借着起源属性和专属技能，便无人能敌。就这样，我决定后面几天带小火龙练一下级，争取快速进化成火恐龙并熟悉技能池。次日清晨，我和爸妈商量准备去秘境历练一下，而老妈听罢则是要给我一个秘密惊喜。对此我暗暗一笑，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我的第3只精灵拉鲁拉斯。紧接着再跟随老妈来到房间后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只白色的小可爱。可它见到我们后便害羞的不停找地方躲藏。老妈见状也有点不知所措，而我则是不慌不忙的使用了长盘之力，然后温柔的向它打招呼。听到招呼声后的拉鲁拉斯虽然仍想躲避，但受不了我身上的香气，便情不自禁的想要靠近。我见状顺势就将它一把抱了起来。在感受到我温暖的怀抱后，拉鲁拉斯的情绪终于变得平和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那道系统音：恭喜宿主完成收服第3只精灵的任务，奖励宿主超级大奖，一只传奇品质的神兽古拉多。我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，别人费尽千辛万苦也收服不了的神兽，没想到这个系统直接开局白送给我，简直太无敌太不讲道理。宿主请放心，这是您收服3只宝可梦应有的奖励。当您熟悉拉鲁拉斯后，我便会发放到您的空间中，希望您能带上它完成前世的复仇。而我听罢在兴奋之余也更加坚定了复仇的决心。不过紧接着一旁的老妈对着我说道：“既然你获得了拉鲁拉斯，那待会儿就去秘境历练吧。等下我再给你准备一个旅游背包，里面装上所有去秘境的必需品。”老妈说罢便很快出去，而与此同时，我也开启了真实之眼观察拉鲁拉斯的信息。在看到拉鲁拉斯这优秀的属性面貌后，我的脑袋里也考虑起了针对他的训练方式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检测到宿主熟悉了拉鲁拉斯信息，布拉多已为您放在宝可梦空间，请问宿主是否要进去查看？”此时听到这话的我已经完全按耐不住，于是立即答应系统前往空间。下一秒，我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所包围，紧接着便是一道耀眼的光芒遮住了我的双眼。随后当光芒渐渐消散时，我已经来到了一片极其炎热的火山之地，而我的3只宝可梦也不知为何跟着我穿越过来。此时我和3小只已经完全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远处的火山突然开始颤抖，紧接着一只浑身散发着火焰的巨兽缓缓站了起来。这边是传说中的大地之神固拉多。见状，我一边走上前去的同时，一边开启真实之眼。没想到这只固拉多不仅大威力，招式应有尽有，甚至连等级都是演都不演的112满级。只不过在介绍一栏仍然是写着渴望飞翔吧。可就在我继续看面板时，固拉多突然说话：“我的训练家，你的其他3只宝可梦看起来太弱小，
不过既然你收服了我，那我就送他们一个礼物吧。话音刚落，布拉多身上便一下子冒出3个赤色小球，然后立即飞入我的3只宝可梦体内。下一秒，3只宝可梦脸上都露出了舒服的神态，而布拉多则开口解释道：“这是我体内压缩的3股能量，能够帮助3小只更快的进入精英级。不过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岩浆里面休息，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就是。”而听到这话的我，则是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没想到初次见面他就将自己的能量分出来，简直太有大地之神的气度。紧接着我又和布拉多聊了一会儿后，便出了空间，已经在幻想着日后用布拉多大杀四方的场景。随后老妈拿着个背包走进来说道：“这是我给你去秘境准备的所有东西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”紧接着老爸也一下子跟着走了过来，臭小子在秘境里面给我多加小心，这个快龙的精灵球你拿着，有危险的话随时招呼他出来。我看到老爸老妈对我如此关心，感觉内心充满了温暖。接下来在和他们做了告别后，便独自前往了秘境。刚进入秘境，我就被传送到了一片森林之中。可正当我准备将自己的3小只放出来时，一只巨大的土狼犬突然从树丛中猛地跳了出来，它张牙舞爪的同时，嘴里发出凶狠的咆哮声。我见状立即开启真实之眼查看它的信息，在检查完毕后，便将小火龙召唤了出来。此时小火龙兴奋地摆出了战斗的姿态，而土狼犬则是瞬间朝小火龙猛扑过去。小火龙见状灵活一闪，便躲开了攻势，随即立刻张嘴喷出炽热火柱直冲土狼犬。下一秒，土狼犬被火焰击中，发出一声惨叫。然而它非但不退缩，反而更加愤怒的再次冲来。见此情形，小火龙侧身一闪，又躲开了攻击。而我此时看准时机，直接命令使用龙之波动。紧接着小火龙深吸一口气，将一道强大的龙系能量直奔土狼犬喷射而出。下一秒，土狼犬便被狠狠击中，随即无法抵御，便倒在地上失去了战斗力。战斗结束后的小火龙连忙跑到我的面前，而我见状则是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夸奖道：“我的小火龙不愧是最厉害的，干脆利落的就解决了同级的宝可梦。”在战胜土狼犬后，我继续踏上了旅程。一路上我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野生宝可梦，不过大多是一些低等级的小家伙，这对于我的小火龙来说都不是理想的训练对象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见右方有强烈的溪水拍打的声音，听着阵仗，感觉是一只高等级的水系宝可梦。于是我立即打起精神往那个方向走去。紧接着在拨开最后一片绝叶后，一条清澈的小溪便映入我的眼帘。我本以为会有什么强大的宝可梦，没想到用真实之眼只看到了一只8级的水月鱼。我寻思这也太弱了，根本不够打。然而下一秒，水月鱼的旁边突然钻出一只偌大的爪月鱼。我见状立即开启真实之眼观察它的属性面板，没想到这只爪月鱼竟然高达18级。看样子刚才那溪水拍打的声音就是它造成的。虽然我的小火龙已经进行了起源提升，但面对2阶段的爪月鱼恐怕仍是个巨大的挑战。而且它还是水属性克制我的小火龙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过小火龙见状倒是兴奋的不行，我被它的斗志鼓舞，于是立即命令它准备应战。紧接着小火龙便如同离弦之箭一下子冲了出去，而爪月鱼面对攻击却一点也不慌，迅速反应过来朝小火龙喷射了一道强劲的水。小火龙见状灵活的侧身躲开，随即张嘴吐出一道高温火焰直扑爪月鱼。然而爪月鱼直接使用手柱抵御了攻击，而我见这情形感觉不能快速取胜，于是便命令小火龙使出龙之舞进行强化。紧接着小火龙闪烁光芒的同时跳起了神秘舞蹈，它的攻击和速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。小火龙使用火焰牙让它见识下我们的厉害。小火龙听罢嘴角燃起火焰，带着提升后的速度和力量猛地冲向爪月鱼，在接近后立即张开大嘴狠狠地咬下去。不过由于属性抵抗并没有对它造成多大伤害，反倒是被水月鱼抓住机会使出了水枪攻击，强劲的水流冲击在小火龙身上让它差点摔倒。可就在这时，小火龙的身上突然爆发出剧烈火焰。看这情形，我一下子明白是起源猛火特性触发，于是命令他再次使用火焰牙。而这一次爪月鱼还来不及防御就被狠狠咬中，剧烈的疼痛让他此刻也非常的懵逼。自己明明是2阶段形态，而且还是属性抵抗，怎么感觉被2发火焰牙击中后就快要撑不住？然而还没等自己想明白，便开始眼冒金星，下一秒晃了晃身体便倒在地上失去了战斗力。见此情形，我兴奋地大叫起来，没想到我的小火龙竟然真的逆属性战胜了爪月鱼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小火龙身上也开始闪烁出耀眼白光，看这样子难道是要进化了吗？就在我好奇之时，小火龙的身躯伴随着白光一下子变大起来，下一秒便进化成了火恐龙。而我见状则是一把抱住它，不停地夸奖，看来这下离起源进化又进一步了。紧接着系统的声音也在我大脑中响起，恭喜宿主的小火龙成功进化，触发新的主线任务，使用布拉多打败草溪道馆，奖励宿主1套沙奈朵的超进化石和钥匙。而我听到这话则是绷不住笑，用布拉多打草溪道馆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到时候馆主恐怕要跪着求着给我道馆徽章。况且现在我的小火龙已经完成了进化，好像也没必要继续待在这里。于是就这样，我抱着打爆馆主的想法便出了秘境，却不想刚一回后院我就被老爸老妈围了起来。小叶，你在秘境训练的好不好啊？身上有没有哪儿受伤啊？赶快回去休息一下吧。臭小子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还有你说的那2块石头是真难找，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几10颗罢了。见状我对他俩这突然的问候还有点难为情，一个只关心我的老妈和只关心超进化石的老爸，我感觉一时半会儿和他们说不完，于是便答应回去再慢慢聊。回到家后，我先是给他们说了火恐龙进化的事情，随后便表示自己准备去打草溪道馆。然而他们听到这话时顿时傻眼，而老爸更是一脸震惊地说道：臭小子，你居然想去打那个草溪道馆，简直是在痴人说
说梦，你知不知道打道馆前需要拥有3只20级以上的宝可梦？你的迷你龙和拉鲁拉斯等级不够就算了，就连刚进化的火恐龙实力也完全不够，就算过去也只有被虐爆的份罢了。然而我听到这些话时反而面露喜色，爸妈你们放心，这次我还准备了一只新收服的宝可梦去打道馆，肯定能有一战之力的。不过至于什么精灵，暂时先保密，你们后面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听到这话时，他们虽然仍不可置信，但感觉我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，等到被馆主打到哭鼻子回来就老实了。抱着这个想法后，他们便勉强答应了我去对战。就这样，很快我便来到了草系道馆。我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阵清新的花草香，而道馆的尽头站着一个身穿燕尾服的训练家，他的身旁围着几只自己的宝可梦。在看到我进来后，便立即打招呼说道：“哦，原来是叶家之子叶星辰啊！你好，我是草系道馆馆主叶一，你是否准备好了3只足够等级的宝可梦呢？先说好，我可不会放水哦。”我听罢，假装憋屈的摇了摇头，而叶一则是突然变得满脸不屑的说道：“笑死我了，等级不够还过来打什么道馆？我的精灵可全部是经过特训，同等级的情况下都是碾压，更别提等级还不够。你赶紧回去练级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”不过听到这些话的我什么也没说，而是在大脑中进入了空间去请顾拉多出来。紧接着我便拿出了那枚专属于顾拉多的大师球，然后歪嘴说道：“我那3只宝可梦确实等级不够，但这第4只如何呢？”此时原本笑嘻了的馆主顿时脸色不对了，什么这小子居然拿出了大师球，里面到底有什么牛逼宝可梦要用这个来装？不过我也可能是自己吓自己了，说不定只是装了一只自以为很强的弱鸡宝可梦。然而紧接着我猛地甩出大师球的同时大声喊了：“出来吧，顾拉多！”下一秒听到这3个字的叶一直接吓得腿都软。牛魔的，这居然是顾拉多！我好好的开个初级道馆，竟然能碰上个拿出大地之神的挑战者，而且顾拉多不是被裂空座制裁后回岩浆睡觉去了吗？怎么现在成了这个臭小子的宝可梦？这我还玩毛线啊！此时顾拉多那巨大的身躯宛如一座燃烧的小山，口中发出的怒吼震得周围空气都在颤抖。而原本护在叶一面前的妙蛙草现在也傻眼了，他颤抖的转头看向自己的训练家，表示想要马上逃到精灵球里面去。不过叶一此时想到自己就算被打到，也是和顾拉多过了2招，说出去也带光，于是便颤颤巍巍的命令妙蛙草不许逃避，就算战死也要死得光彩。而我听罢对此也没有意见，反正无论拿出什么宝可梦我都能横推。那么好，顾拉多使出原始之力。下一秒顾拉多咆哮一声，强大的原始力量瞬间在周围凝聚，紧接着便猛地朝妙蛙草轰去。此时妙蛙草看着阵仗顿觉两眼一黑，随即仅是被能量边缘蹭到便遭受重创飞了出去，然后重重的砸在地面上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叶一此时心疼的收回妙蛙草，思考道：看来只能派出我隐藏的王牌了。为了对付那些异常强悍的训练家而准备的82级妙蛙花，从而保住自己道馆的生命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妙蛙花。话音刚落，一只偌大的妙蛙花便出现在对战场地。本来还想着什么弱鸡精灵又要自己亲自动手的妙蛙花，看到眼前的布拉多也彻底眼神呆滞，这给我干哪来了？牛魔的我再能打也不是对抗顾拉多的料。虽然我们不可能打得过顾拉多，但是能撑一招是一招，这样后面说出去也可以给外人吹牛了。我相信凭你优秀的防御，肯定能多撑一会儿。然而听到这话的我并不想满足他的愿望，毫不留情的就叫顾拉多使出了喷射火焰。下一秒，顾拉多一边喷出剧烈火焰的同时，一边如同猛兽般朝妙蛙花扑来。紧接着妙蛙花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撞飞出去，随即便倒在火焰中失去了战斗能力。此时见此情形的叶一终于崩溃了，不打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都给你，我把初中高等级的草系徽章全部都给你。与此同时，在大西洋的某个幽暗海沟中，一只巨大的深蓝色巨兽突然睁开了双眼，它正是传说中的布拉多的死对头盖欧卡。在感受到布拉多的波动后，一脸诧异的说道：这死家伙怎么出来了？等我接下来出去必须再和他一决高下。而另一边，在龙国的天空之柱上，裂空座正全程螺旋状悬浮在石室之上，他感受到布拉多的气息后，则是万般无奈的说道：我去，这家伙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他现在在外面抽什么风？看来很快我又得出去阻止这俩货的纷争了。此时在草系道馆的这一边，战斗结束后，我获得了叶一的3枚草系徽章，不过却是换我不停的安抚叶一受伤的心灵。以前他从来没有被挑战者的宝可梦吓尿，这还是头一次。他表示这次战斗后自己要去休假1个月。此时系统的声音也在我脑海中响起：恭喜宿主使用顾拉多战胜草系道馆，奖励宿主1套沙奈朵的超进化石和钥匙，已为您放入系统空间，同时开启新的系统任务，在5日之内将所有宝可梦提升至20级以上，奖励1个起源基因。在听到系统的播报后，我内心狂喜，没想到新任务的奖励又是1个起源基因，看来又可以将自己的一只宝可梦提升至1级神资质。随后就这样我便若无其事的出去，而叶一则是直接打电话给我老爸。老爸这边本以为叶一是来炫耀他战胜儿子的，没想到却是哭着鼻子大声说道：叶大哥啊，我苦啊，我真的没招了，你儿子竟然用一只神兽把我虐爆了。老爸听到这话后直接当场愣住，那臭小子不是只有3只初级宝可梦吗？哪里来的什么神兽？就是那个不会飞的1级神顾拉多啊！我儿竟然有1级神顾拉多，不行，等他回来我必须好好问一下。与此同时，在我走出草系道馆后，我从路人的口中得知了一个特殊的消息，据说在晋州北边的森林里疑似出现了神兽，这只神兽有着一对很长的鹿角，可具体面貌没有人见过。
现在每一个来这里的游客都知道这件事，甚至在那边的森林里已经挤满训练家。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一下子又来兴趣了，想去北边森林看看那到底是只怎样的神兽。与此同时，再顺路前往附近的秘境，好帮助身边的三小只提升等级。就这样，我便沿着山路一路往北边森林走去。然而，当我真正到来时，才发现这里早已人满为患，所有人都想目睹神兽真容，甚至想要收服。而见这里如此热闹的我，却打起了退堂鼓，心想自己恐怕根本就抢不过这些狂热的训练家，于是便决定先去森林附近练一下精灵等级。却不想此时在森林深处的某个悬崖边，一道神圣的光影瞬间再次凝聚，紧接着随着微光散去，生命之神哲尔尼亚斯的身影一下子显露出来。此时他的眼眸越过林间错落的枝桠，精准地锁定在了我那转身离去的背影上，目光中带着几分审视，低语道：“这便是布拉多选定的那位训练家吗？身上萦绕着如此强大的长盘之力，可真是有趣。下次你我见面之时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否值得我的追随。”话音刚落，哲尔尼亚斯的身形骤然透明，下一秒便原地消失不见。而与此同时的我进入到了这里的一个初级秘境，可没想到刚进去就遇上了一群龙炎的袭击。不过好在我的宝可梦足够强大，在3只宝可梦的联手下，总算解决了这些冒昧的家伙。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，让3小只直接连升了几级。然而就算这样，还是没能完成全员20级的系统任务。于是我决定继续留在这里练练等级。就这样，转眼4天的时间过去，我用3小只在这里打败了无数的野生宝可梦。此时脑海中终于响起了那道熟悉的系统音。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，在5日之内成功将所有宝可梦提升至20级以上，奖励起源基因1个。而听到系统播报的我，则是伸了一个懒腰。在经过这几天的高强度训练后，我的3小只实力大增，已经完全脱胎换骨。而拉鲁拉斯更是直接进化成了奇鲁利安，以他们现在的实力，已经可以吊打高自身4级的宝可梦。如今我又获得了一个起源基因，照这成长速度下去，不无敌都难啊！紧接着我考虑到目前只有迷你龙还处于初级形态，于是便决定把这第2个起源基因给他使用。随即在我给系统下达命令的一瞬间，无数奇异的能量便往迷你龙身上疯狂汇聚，而他的身体也开始剧烈颤动起来。随即在焕发出大量耀眼的光芒后，迷你龙猛地拔高身形，往天上发出了一道龙吟，感觉浑身一下子充满了无穷的力量。见此情形的我立即开启真实之眼，观察迷你龙的状况。我看着他的信息感叹，果然资质也变成了1级神，而且获得的这个起源特性也太赖皮了。在异常状态下，物防和特防竟然直接提高100%，那对手的宝可梦岂不是只能给迷你龙挠痒痒？不过此时的迷你龙也变得更加粘人，还没等我看完信息，便迫不及待地在我身上蹭来蹭去。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顶，眼里充满了欣喜。没想到起源基因还有这般效果，早知道就该给奇鲁利安使用。不过此时我想起来自己在秘境待得太久了，恐怕老爸老妈已经在四处探寻我的下落。于是我将3小只收回精灵球后，便立即回了家。果然刚到家的我就被老爸一顿问候：“臭小子跑哪里鬼混了？你还知道回来啊？要不是从叶一那里得知你有古拉多，我和你老妈早就杀到晋州去找你了。说吧，你的古拉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听到这话的我虽然惊讶，但也在意料之中。看来古拉多的事情果然还是瞒不住我。不过对于古拉多的来历，我早在打道馆前就想好了借口。老爸，这个事情说来话长，我是上次在帝都初级秘境的洞穴里面遇见的古拉多，他要求我只要帮助他打败盖欧卡就做我的宝可梦，所以现在只是我的临时宝可梦。老爸听闻眉头紧皱，对于如此蹩脚的原因感到难以置信。不过思来想去后，也勉强相信了我的回答，说道：“臭小子，这个说辞给我牢牢记住，以后有联盟的人来问也要这样说，而且以后没有特殊情况尽量少用古拉多，不然恐怕会招来麻烦。既然回来了，那明天就回去上学吧。柳青言的闺女这2天都在找你哦。”听到老爸这些话的我点头连连同意，下一秒才想起来自己给学校请假的时间已经到期了。这几天全忙着去秘境和打道馆，竟然忘了还要上学。也不知道柳青言那丫头现在怎么样了。龙国8大家族的叶家和柳家世代交好，而柳青言则打小就是我的跟屁虫。不过她也是学校里公认的校花，而我是校草，对此我也是十分的宠爱她。就这样，我抱着见柳青言那颗激动的心便去休息。然而次日清晨，正当我在床上酣睡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系统音一下子将我吵醒。为宿主发布新的系统任务，您需要在学校完成10场对战，奖励普通神奇糖果5枚。此时我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。没想到这次的奖励居然是神奇糖果，而且有5颗的话能让宝可梦直接连升5级。有了这奖励，岂不是离起源进化更进一步了？于是就这样，我抱着激动的心情便很快起床去了学校。可谁料我刚来到学校门口，一阵清脆熟悉的少女音就从背后传入我的耳中：“星辰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此时还没等我转头，就感觉自己被一对纤细的手臂抱住。与此同时，那股熟悉的栀子花香也萦绕在我的鼻尖。我微笑着侧头看去，果然是那张带着灿烂微笑的少女脸庞。星辰哥哥，你怎么请假这么久才回来？要是有你陪我练级的话，我的宝可梦或许早就完成了进化。给你看看我目前的3只宝可梦吧。说罢，柳青言便拿出了自己的3枚精灵球。下一秒，3道白光闪过，映入眼帘的分别是杰尼龟、凯西和丑丑鱼。我见状，则用真实之眼观察了他们的信息，看起来3只宝可梦的资质都很不错，不过就是赶我的精灵还差得远。青言妹妹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拥有3只宝可梦，而且他们看起来都培养得很好，特别是这只杰尼龟，一看就很有自信。不过我听说你也拥有了3只宝可梦，正好待会儿有一节户外课，我们来一场宝可梦对战如何？而听到这话的我一下子就来兴趣，对此我也想测试一
一下柳青岩现在的实力怎么样，于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对战，随后便和他一起进学校准备上课。接下来好不容易待到几节理论课过去，我和柳青岩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户外课。一到操场，柳青岩便迫不及待的拉住我，他眼中闪烁着兴奋与期待的光芒，娇声说道：“星辰哥哥，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宝可梦对战啦！”而与此同时，我的好基友王浩听到这话，也带着其他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，所有人都想亲眼目睹帝都一中校花校草间的精彩对决。然而除了王浩以外的其他人都觉得我必败无疑。虽说叶哥之前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但他这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在请假，想必训练宝可梦的时间肯定减少了不少。而我们的青眼女神相反一直在勤奋努力，恐怕宝可梦的实力早就已经反超叶哥了。不过此时听到这些话的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想用接下来的对战证明自己。紧接着柳青岩掏出一个宝可梦球猛说道：“就决定是你啦，杰尼龟。”下一秒光芒散去时，杰尼龟稳稳地落在了对战场地上，而我对此则是派出了那只刚进化的精灵。出来吧，奇鲁利安！随即一道耀眼的光芒乍现，一瞬间便凝聚成奇鲁利安的身影。而见此情形的柳青岩一下子震惊了，他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已拥有2阶进化的宝可梦了。在短暂的失神后，他拿出了宝可梦图鉴进行检测，然而上面的信息更是让他惊掉下来。星辰哥哥的奇鲁利安技能池可真广啊，不过我也不会轻易认输的。杰尼龟使用水枪攻击。下一秒，杰尼龟将体内水系力量汇聚起来，然后猛地喷射出强烈水柱攻向奇鲁利安。奇鲁利安使用影子分身，紧接着在光芒闪烁下，奇鲁利安的身影瞬间分裂成5个，每个分身都带着柔和的荧光，真假难辨。而此时正发动水枪攻击的杰尼龟感到晕头转向，水枪命中之处竟然变成了奇鲁利安的分身。可真正的奇鲁利安已经通过瞬间移动来到杰尼龟身后。此时见这一幕的所有同学都为柳青岩捏了一把汗，但柳青岩没有慌乱，而是立刻调整指令：杰尼龟不要慌，用浊流覆盖全场。听到这话的杰尼龟立即会，他猛地张开嘴，将浑浊的水流喷涌而出，朝着四周扩散。大量的水流直接将奇鲁利安逼退，而见此情形的柳青岩抓住机会，命令使出咬。下一秒，杰尼龟立刻舒展身体，露出尖锐的牙齿，便猛地朝着奇鲁利安扑去。好在此时奇鲁利安使用了魅惑之声干扰，这迷惑性的声波让杰尼龟突然动作一致，而趁此机会的奇鲁利安则是在指尖凝聚出幻象光，一下子便将杰尼龟击退数米远，然后重重的摔倒在地上。可就在这时，杰尼龟的身体突然闪烁出耀眼的白光，这一情形让围观的同学都忍不住惊叹道：“杰尼龟要进化了，看来这下青眼女神肯定能逆转局势。”柳青岩见状也很激动，没想到自己的杰尼龟竟然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进化。紧接着白光中的杰尼龟体型逐渐变大，当光芒散去时，一只更为矫健的卡咪龟便出现在场中，而我对此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不错嘛，青岩妹妹，不过战斗还没结束哦。奇鲁利安使用催眠术后再使出吸取之吻，下一秒奇鲁利安的头顶闪过一丝柔和的光芒，随即凝聚出一道催眠波，便朝着卡咪龟射去。此时卡咪龟还沉浸在进化的兴奋中，来不及躲闪，直接被催眠波命中后双眼变得迷离，紧接着便瘫倒在地上，陷入了睡眠状态。下一秒，奇鲁利安立即发出一个飞吻落在卡咪龟身上，而卡咪龟只能在睡梦中发出一声低鸣，在身体微微抽搐了一下后，便直接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围观的同学们见这一幕全都傻眼了。毕改刚开始对我不屑的态度说道：“没想到叶哥的奇鲁利安仅一招就解决了刚进化的卡咪龟，难道前面和杰尼龟的战斗一直在放水不成？”就是，叶神也太厉害了，既让青岩妹妹的杰尼龟进化，又赢得了战斗。而听到这些话的我则是暗暗笑道：“其实我刚开始就知道自己一定能赢，只不过想测试一下他的实力，顺便在战斗中帮助他的杰尼龟完成进化。”而柳青岩好像也悟出了我的这些想法，他收回卡咪龟后便一脸微笑的对我说道：“星辰哥哥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的卡咪龟也不会进化。你的奇鲁利安是他目前第一个败给的精灵，看来我以后还要继续努力，才能赶上这么厉害的你。”而听到这些话的我则是绷不住笑道：“奇鲁利安可是我这里等级最低的精灵，我给你看看我另外2只更强大的精灵吧。”话音刚落，我拿出了另外2个宝可梦球，说道：“出来吧，我的火恐龙和迷你龙！”下一秒，耀眼白光闪过，我的面前赫然站着他们俩的身影。在两小只出来的瞬间，柳青岩的目光便被吸引过去。天啊，你的小火龙都进化成火恐龙了，还有这只迷你龙看起来比其他同类都要强大。说着，他拿出图鉴在我的2只宝可梦身上扫。什么？开玩笑的吧？一只24级，另一只25级。星辰哥哥，你不会有系统傍身或者开挂了吧？而此时大大咧咧的王浩也绷不住：“叶哥，你这是给宝可梦吃了金克拉吧？每只宝可梦都比我的高了10多级，也太逆天了！”原本王浩都以为自己是仅次于柳青岩的天才，结果在我面前也只能算一个新兵蛋子。这时闻声而来的班主任也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我请假出去自己训练，结果直接给了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按照这个成长速度的话，看来今年高考的全国冠军就是我了。这件事情必须给校长认真汇报一下。不过此时我才想起来系统的任务需要在学校完成10场1v1对战，现在自己才完成了1场，还差9场，于是便随即开口道：“各位同学，你们还有没有谁想要对战的吗？”玩游戏气死后，我穿越到宝可梦世界，
没想到开局就被系统补偿了一只不会飞的布拉多，而且直接是满等级。当别人还在新手村玩家门虫加门鸟时，我召唤出的布拉多直接吓死无数新人训练家。当那些道馆馆主还在一脸不屑地对待别的挑战者时，我的到来直接让他们跪着求着给我道馆徽章。然而我本以为能靠着布拉多一路平推，谁料却因此引起了裂空座和盖欧卡的注意。时间来到我用奇鲁利安打败柳青年的卡密龟后，此时我才想起来系统安排的任务需要在学校完成10场1v1对战，而现在自己才完成了1场，还差9场。想到这里，我随即开口道：“各位同学，你们还有没有谁想要和我对战的呢？”然而此话一出，所有同学都亚麻呆住，虽没说话，但全在心里面蛐蛐我：牛魔的连校花柳青年都打不过你，让我们对战岂不是只有被虐爆的份？我看别说1v1了，就算我们的精灵联合起来群殴都不一定能打。而此时我见同学们个个恐惧无比，不发一言，于是不禁立下规则说道：“只要能够在我的火恐龙手上坚持5招，就算你们赢。赢了的我会给予1颗火之石作为奖励。”有了这个限制后，同学们终于变得勇敢起来了。很快便有6名同学想要和我对战，然而奈何我的火恐龙等级实在高他们太多，以至于连一只能够接下喷射火焰的宝可梦都没有。就这样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这6名同学。而为了让他们继续挑战我，只好给自己上更多限制。火恐龙能够移动的范围不能超过2米，只要超过2米就算输。这才终于引来了3个头铁的同学又上来挑战。然而不出意外的，他们依旧是以失败告终。就这样，我总算是艰难完成了系统的对战任务，获得了系统奖励的5颗神奇糖果。时间来到下午放学的时候，柳青言提及明天想和我去一家新开的游乐场玩玩，而我感觉前面对战这么多也该放松下来，于是很高兴的就同意了这个邀请。可殊不知此时这个游乐场里正精心谋划着一场阴谋，等待明天将选中的人传入恐怖秘境之中。第二天早上的游乐场洋溢着节日般的氛围，而我和柳青言自然很早便来到了这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感到新奇。就这样，我和柳青言在里面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白天。然而等到夜晚，我们正准备一起回家的时候，下一秒所有的灯光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瞬间掐灭，刹那间游乐场里毫无预兆的陷入了一片漆黑。很快，除了我们的所有人都逃离了游乐场，而见此情形的柳青言则是紧紧地抱住了我的手。他对这突如其来的停电感到恐惧万分，可冥冥中我总觉得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停电。就在这混乱与黑暗达到顶点的下一秒，一阵强烈而冰冷的白光突然毫无征兆地笼罩下来，我和柳青言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失去了意识。随后，当我们睁开双眼时，四周的环境已经彻底改变，周围散发着深入骨髓的阴冷与死寂，而且所有的树木并非绿色，而是呈现诡异的暗黑色。当我们仔细看去时，竟发现那些扭曲陵墓的间隙全是幽灵宝可梦，他们都在以一种诡异的目光注视着我。此时我和柳青言都害怕到了极点，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何会被突然传送到这。而且更诡异的是，明明游乐园里那么多人，可为何偏偏只有我俩被带到了这个地方？看这样子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青言妹妹，我一定会安全带着你出去的。在安慰好柳青言后，我们便把彼此的宝可梦放了出来。火恐龙用尾巴处的火焰作为光源和热源打头阵，奇鲁利安用超能力感知着周围的能量流动与潜在威胁，而迷你龙和卡咪龟则紧紧护在我和柳青言的身侧。就这样排好阵型后，我们便往林地深处走去。然而这里的压抑感每时每刻都在耗费着我们的精神，期间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幽灵宝可梦，不过他们大多只是看着吓人，但并没有攻击的意图。然而正当我对此放松一口气时，侧前方的树林间猛地窜出一道迅捷无比的身影，他如同蓄势已久的猎食者，瞬间朝着我和柳青言冲来。与此同时，在这一边的游乐场外，感受到波动的老爸和柳盘已经带领警卫来到这里多时，他们已从联盟那里得知我和柳青言被困的消息。柳盘看到眼前这个场景后攥紧了双拳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黑色屏障到底从何而来。而见此情形的老爸则是沉声说道：“真不知道那个臭小子此刻状况如何了，希望他的布拉多能够保护好他们俩吧。我现在已经派人着手展开详尽的调查工作，一定要尽快查明此事的真相。”而在我这边的那只宝可梦利爪已然探着，身上散发出的恶意充满了实质性的攻击欲望。在这一瞬间，我开启了真实之眼扫描这只宝可梦，没想到在亲密度那里竟然显示为负数。这只宝可梦对我的敌意也太大了吧！火恐龙，给我拦住这只勾魂眼！听罢，火恐龙如同离弦之箭般疾驰而出，下一秒便阻断了勾魂眼的攻击路线。而见此情形的勾魂眼将2只鬼爪泛起寒光，以灵动速度一下子拉近了和火恐龙的距离。火恐龙见状，奋力侧跳的同时使出了火焰漩涡，将炽热的火焰从尾尖甩出，化作一道旋转的火墙，既起到了防御的作用，又划定了战场。勾魂眼眼见自己的击掌奇袭落空，此时面对环绕的火焰，他不得不暂退。可下一秒，他的爪子再次扬起，使出了影偷袭，随即化作一道暗影融入地面，袭向火恐龙下盘。火恐龙跳起来，然后用龙息横扫，随即火恐龙腾空而起，躲过了影子偷袭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将炽热而带着龙威的吐息向下喷吐。与此同时的勾魂眼被龙息命中，发出痛呼，而龙息的附加效果更是让他身体感到麻痹。见此情形的我毫不犹豫，又命令火恐龙使出喷射火焰，紧接着耀眼的火柱从火恐龙口中喷涌而出，一下子便狠狠命中了因麻痹而不能动弹的勾魂眼。这下他眼中的光芒终于彻底暗淡，身上雾气消散的同时也失去了战斗能力。战斗结束后，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一边上前检查，一边心想为何这只勾魂眼攻击性这么强，和之前遇到的其他幽灵宝可梦不太一样。在一番检查过后，我对着柳青言说道：“青言妹妹，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，找个更安全的地方。周围的雾气似乎因为刚才的战斗而涌动得更加明显，我感觉那些梦妖和月影娃娃们已经被激怒了，可能很快便会朝我们攻击过来。”而听到这话的柳青言则是同意了我的想法。想到这里，我们都不敢有丝毫的停留，于是便迅速引入了更为扭曲的树林阴影之中。